暑秋冬的氛围感，美食吃一波。最近被江年种草了一波这个面包，整上了啊！这是北京新桥的三宝乐，哇，这个真的沉甸甸的感觉有个1斤了。这个馅料多到我感觉皮只是个装饰。好浓郁的抹茶味，这抹茶也太苦了吧！它的抹茶有点类似于白脱奶油和奶酪的结合体，咬下去一口一个牙印，比较丝滑，但是又有点糊嘴，啃着也是有一点厚重感的，甜度也很低，整个口感很丰富。那还别说，香是真的蛮香的，它整体没有我想象中的腻。这个馅料多到真的很像是自己家手做塞进去的。北京做这种关于红豆的东西真的很绝，它的红豆的状态就湿软适中，而且每口下去都是有那种颗粒感的，非常真实的红豆香。面皮偏紧实，像碱水球的口感，好好吃啊！这个既满足了面包脑袋，又满足了甜品脑袋。它的抹茶奶油不是那种轻盈款的，如果你爱吃那种轻盈的抹茶质地，那这个就不用考虑了。抹茶控一定要是这冻个，肯估计会更加好吃。这是黄油豆馅的，这我觉得不好吃，有点像油漆，好厚重的感觉，没有抹茶的香。奶油特别闷嘴，像猪油。这也是他家的经典黄油牛角包。它的面包其实就很老式，小学门口一般都有卖的，1块钱4个的那种老式面包，味道就非常的欧记。老式面包加上这种白脱奶油，这吃的就是一种情怀，吃了2口会有点腻。还有一个碱水黄油司康，这款就是碱水结和司康的结合体，这个还挺香的，嚼到后面会有一点咸咸甜甜的感觉，中间夹着一大片黄油，加热后更加香。不过这也是挺干巴的，要吃不了一点干的就不要入了。如果你们买的话，我建议就是吃这个吧，封神了家人们。下一个是成都人民从小吃到大的玉米粑粑，这个据说都是他们当早餐吃的，摸着还挺有弹性的。第一口就让我嚼到了真实的玉米粒，而且是甜玉米。它的口感没有想象中的糯，不是那种爬糕的质地，就是发糕一样，每咬下去一口都是带有那种空气感的。整体不会说很甜，就是很自然的玉米的清甜感真实的有玉米，就看着不基础，但是它的味道还是挺基础的，就是吃着不会觉得花里胡哨，早上当早餐吃也不会觉得干噎，真的很顺软。我觉得这还挺适合嗓子眼比较浅的人来吃。天气冷了要吃什么？错，不是火锅，是甲鱼。之前吃的250克，这次咱们升级了300克，特意给它多热了一会儿。买甲鱼就往高香料的去买啊，就没有毛病。哇，它这个脑袋朝向我这边了，放你们这儿吧。5秒，我的龟壳怎么裂了？被我热坏的吗？没有灵魂了，哇，超级辣。不过它的王八盖子还挺干净的，好香。它的调味就蛮鲜爽的，香料味重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浓郁的大料味，也不会给你一种滋补过头的感觉。好糯，满满的胶质感。我知道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敢吃甲鱼，你听我的，你去试一下吧，真的特别香。看它甲鱼肉很细腻啊，就像那个乌鸡肉似的。甲鱼，我们宁。这家脂肪去的蛮干净的，就你吃不到油味。有些甲鱼处理不干净，吃的就会闷闷的。这甲鱼大是真的有好处啊，吃起来肉很肥，好饱满，比鱼肉紧，比鸡肉嫩，跟牛蛙有点像。300克果然大，吃了老半天，还有一半呢，好幸福。我之前吃的200克、250克，4口就没了。这太大了，我建议新手还是买200克吧。这是它的乌龟脑袋，我至今不敢抱，太吓人了。买了可以冲泡的藕粉，这个配料表还是真的挺干净的，就是藕粉加淀粉加上什么红枣粉啊、花生啊、奇亚籽、黑芝麻、桂花，这一盒算下来1块钱左右吧。我泡一个红枣枸杞的吧，它这个泡法很简单，就是加沸水。我之前买过好多这种藕粉，都是冲泡失败。1包粉再加一个吸管，它这个包装就很古早，方便展示。我给它倒到透明杯子里，加入沸水后快速搅拌20秒。哇，成功了！为数不多的藕粉冲泡成功案例，
天呐，还是这个适合手残党，这里面东西都是他自带的啊，好真实的枸杞味，还有能嚼得到的黑芝麻，这黑芝麻超级香。像是米糊的质地，藕粉我愿称为流动糯叽叽。这上面还有枸杞，还有淡淡的红枣香，我觉得这碗就还挺适合秋冬的时候当早餐。而且它这个藕粉也不会说拌不开，吃到嘴里没有那种淀粉的颗粒感，整体不会很齁甜，差不多就是2分左右吧。成功了，家人们，这个一定要分享给你们，好吃。平时有点肠胃不舒服啊，没有什么胃口，可以冲泡这么一碗，这一碗还挺能垫拔肚子的。这还有一个桂花奇鸭子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，这个我就不冲泡了。这个香辣过瘾的重口美食，吃一波。首先是延边的火辣鸡爪，这2天想吃重口味的心真的达到顶峰。但是随便进入一家有点名气的店，都是2小时起排队。买的这家是延边一个比较有名的品牌，据说本地人吃的都是这个。我发现那边的鸡爪都是比较修长，但是又能感觉到它这个肉，颤颤巍巍的，肉嘟嘟的。哦哟，肉眼可见的，它非常好脱骨，没有我想象中的甜。它的甜度就是蛮淡的，就跟这个辣融合的还是挺好的，有点像是火鸡面的那种辣度，然后回头还带点辣白菜的风味，哎，整体可香了。鸡爪又炖得很辣乎，吃起来肥嘟嘟的。但它这个鸡爪吧又加了辣，所以不会觉得很腻。太爽了！你单独吃这一锅鸡爪会觉得有点无聊啊，我建议是往里面再加点年糕啊、鱼饼啊，或者说喜欢的配菜。我这么一锅外面得卖68吧，现在排队都得2小时吧。它这个汤汁也是偏粘稠的，不是那种水唧唧的哦。我觉得是不要加热太久，差不多5到10分钟就行了，不然这肉就会散得很快，会有点像是蟹柳那样。这个鸡爪真的可能挂街了，谁能拒绝黏糊糊的又软糯脱骨的鸡爪呢？能接受辣白菜的可以去试一下。这四川人民应该非常眼熟吧？剁椒教头，这个我看很多宝都是把它当零食去吃的啊！妈呀，我感觉你们比我还重口味。我之前吃过一回，我当时并不知道它是教头，我觉得它挺脆的。好脆，它的口感就是那种很新鲜的蔬菜的脆度。我本来以为它是萝卜的那种口感，但它比萝卜嫩多了。它有一点像大蒜，但它完全没有大蒜的辛辣感。这个教头本身会带一点点鲜甜感，再跟剁椒的辣结合在一起，绝子。妈呀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下粥下面，甚至夹馒头也特别好吃。难怪有人把它当零食吃了，很开胃。这应该一口鸡爪一口教头的，太爽了。调味酸辣开胃，真的停不下来。你像我们这一代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，都去试一下清甜版本的大蒜，大名鼎鼎的 VC 辣条。终于来蹭蹭这个冷布了。哎呀，满嘴爆油，爆雷了！这个辣条是我最不能接受的那种，而且油润润的，像是吸满了油的麻花似的。它没有我想象中的甜，我以为维 C 辣条吃起来是那种甜辣的，它会带点北方辣条的那种感觉，麻辣口的，还挺重口的。它要是油没有那么大，我感觉会更加的好吃。不夸张啊，不夸张，真的像吸满水的海绵似的。味道是好的，就是油太大了，个人是不推荐。下一个是罗汉笋做的泡椒笋，哇，好嫩啊！它这个笋尖尖的位置吃起来超级的嫩乎，而且完全不柴，又嫩又脆，而且没有纤维感。它尖尖的位置不夸张，刚入口直接就化成渣了。底部位置它更脆了，但是会有一点点的纤维感，但是吃起来也是不柴的那种，这好吃。全是泡椒的汤汁儿，非常爽口。然后它这个泡椒也是越吃越辣的那种，我能说吗？我感觉它比水产要好吃。这个就还挺适合身材管理吃的，嘴巴没味的时候又馋点那种重口的小零食，可以试下泡椒笋。